好，歡迎回到《環宇全世界》。4月2號就是川普對全球發動關稅的一年了啊。那麼白宮呢，也就在這一年呢，那細數這一年的成果。他說，過去美國一年呢，對中國大陸的商品貿易逆差下降了32%，對等關稅一年簽了超過20項協議。美國經濟呢，也比12個月前更具有韌性、競爭力，並且更加的安全。而這項美國優先的貿易政策成果豐碩，這是白宮方面的說法。但是美國全國公共電台引述了稅務基金會政策專家，這位叫做約克，他的說法指出呢，2025年4月2號就是關稅解放日哈，到現在為止呢，關稅相關措施前後調整了超過50次。高度的波動導致去年就業成長疲弱，經濟成長放緩，企業增加了看不見的成本。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協會也引述了紐約聯邦準備銀行的報告指出，到2025年8月份為止，那麼美國進口商、企業還有民眾承擔大約有94%的關稅成本，外國出口商呢，則是透過降低進口價格的方式承擔了大約6%。那這個數字呢，到當年年底已經從6提高到了14，就是幾乎是2倍多了。好，那麼全球对等關稅現在滿1年了，4月2號就滿1年。那麼美國人特別請教 Russ， 不管是企業也好，或是個人也好的感受，你覺得是比較接近白宮自己的評價呢，還是接近剛剛提到的稅務基金會還有智庫外交關係協會他們的評估？按照最近很多不同媒体或智庫等等的民調，越來越多美國人是覺得川普處理經濟問題是處理得不好，是多數意見，而且是越來越多人了。當然，部分美國人如果是上次投給 Harris 的話，沒有投給川普，不管川普怎麼樣，內政、外交、經濟，都會不對他不滿意，但是上次投給他的中間選民，甚至共和黨支持者也是對在經濟方面是越來越不滿意，而且我們都知道理由，那就是東西越來越貴了，不管是日常用品或油價等等，東西或者醫療費，東西越來越貴，那選民就會責怪現任執政者。你覺得這會影響到選情嗎？還是說太早了？還是認為太早了，太早了。因為還是因為我們今天有討論到，不知道川普什麼時候會宣布下1個鐘頭他有戰爭結束了，那油價就會下降了。那如果進入夏天或夏天之後，油價真的開始或大幅下降的話，那對共和黨的選情來說還是有幫助。我們要記得一件事情，雖然最近很多民調在經濟方面顯示選民對川普很不滿，同時也有很多民調顯示選民不管是共和黨或民主黨對兩個政黨也非常不滿，但是比起共和黨，選民對民主黨更不滿意。現在川普就主要是還是圍繞在川普，因為川普的這個特色就是變嘛，就是變來變去，實在變得太快了哈。真的是像前1個鐘頭跟下1個鐘頭都不知道他的想法會不會，或者說做法政策上面會沒有什麼改變。好，那 CNBC 也報道就是說呢，因為這個川普的政策反反复复的，所以呢，包括像貿易跟地緣的政治風險不斷的升溫，美國資產呢持續出現波動，所以投資策略呢也從美國優先轉而向這個更多元的配置方式來發展哈。市場甚至出現了避開美國的投資策略。有數據也顯示呢，從4月2號解放日以來，巴西、英國跟日本的股市表現都優於美國這個標普500哈，部分新興市場呢更成為資金布局的焦點。另外有家公司就是 AJ Bell 他們的分析者指出呢，上海綜合指數還有南韓 KOSPI 以及日經225指數的報酬率都超越美股的主要指數，顯示了一件事情，就是資金呢正在逐步分散到美國以外的市场，也就是那个關稅在發動，但是錢卻沒有像原先所想象的要流入美國，而是流到了其他市場。那麼彭博新聞也報道最新的數據說雖然現在全球供應鏈加速從中國大陸轉向越南，讓越南首度成為美國像筆電還有遊戲主機的最大供應國家，但是透過這種經由第三國進行附加價值貿易的方式，卻讓中國大陸可以管控這個地緣政治風險，
凸顯出的就是川普的關稅政策對於大陸這個出口體系的影響是有限的。好，所以當然這個關稅滿1年了，我們怎麼總體檢看它的 pros and cons 呢？我先請教一下奎博老師。它這個關稅1年，你可以看到它確實讓很多國家被迫的承諾投資美國。對啊，這個它收到的紅利真的是很大。但是這個投資現在才慢慢的才要準備要轉進到美國，所以當它要發生效果的時候，我想應該還要在1-2年的時間。如果各國都履行他對於川普這種被迫的承諾啊，那另外就是說，川普他這個關稅的手法已經讓很多國家對於美國的反感是增加的，增加的。更不用講說，美國因此有些貿易的往來跟其他國家貿易往來反而是減低了，因為有些國家就開始躲過美國了，所以我覺得現在川普他可能要想的就是不能只靠關稅，因為他說關稅是字典裡面最漂亮、最美麗的那個字，可是最美麗的字不能夠拯救川普政府现在他想要讓美國製造業再次偉大的這種理想，譬如說。美國的基礎建設，川普現在很努力的在把這些電廠還有能源的供應把它做好。那美國的鐵路雖然說弱了一點啦，但它至少公路網算是還不錯啊，至少四通八達。所以基礎建設這是他努力的。另外還有一個，我覺得，另外好幾個，我覺得川普現在似乎還沒有辦法馬上改進。第一個就是我們常講人才的問題，他還是必須要吸引外國人才來。那人才高階的白領是這樣，可是藍領呢？他現在大舉抓移民都跑掉了。以前美國有一些的基礎人力是非法移民構成的，現在沒有了。好，另外還有包括像川普他要建立自己的供應鏈，特別是在晶片、半導體的高科技產業。可是這個也不是2-3年就做得起來的。好，那最後一個當然就是，其實現在一定要講 AI 自動化了，製造業。那美國有沒有辦法在這方面可以領先世界？目前看起來並沒有。那如果這樣子做不到的話，他怎麼樣讓美國製造業再次偉大？所以除了關稅以外，剛剛奎博老師也提到了，他還得想其他的工具。對，他其實我們要看更深層的話，一個國家的競爭力還是它的科技水準跟它的人才那還有就是資金這3個東西我覺得還是比較根本性的，尤其進行這種重要產業甚至未來產業的競爭，決定不只是你現在的勝負，未來的勝負的部分我覺得川普做的是比較差的，而且他的政策事實上把很多好的人才趕出去。那另外一方面，他的科技發展的話，他只是一味去阻止別人發展，可是呢，他並沒有增加自己的這個科技方面的这個競爭力。那比如說，他對這些產生高階知識的這個大學學府用意識形態去管控跟處罰，其實這個傷害你不是1天2天看得到的，可是我覺得這個是會妨礙到美國這個國家它的競爭力的基礎。因為現在美國這個國家不是跟什麼越南跟這些國家競爭，它是跟中國大陸、跟歐洲、跟日本這種國家在競爭，它是要搞這種所謂的這種旗艦產業，然後呢是需要人力密集、腦力密集、這個資金密集技術密集的。可是川普這些作為基本上這些方面都是做了很多負面的事情。我儘管這個關稅的效益沒有像川普當初所講的這麼的龐大，可是他不會認為是他的問題他可能會認為是別人的問題其中之一是誰呢？就是 Lutnick 因為這個 Politico 最近報道說，川普對於商務部長 Lutnick 表達不滿與失望。為什麼？因為這個報道是這樣講說 Lutnick 呢被視為是性格強勢、具有爭議性的人物並且向總統提出不成熟的構想而聞名。之後呢，往往需要其他人出面幫他收拾善後。那當然呢，他可能下台這個事情呢，長期以來也是華府的熱門話題雖然說啦，他是川普的老朋友，但是除了總統之外，其實報道也說他沒有其他的盟友長期被傳出說可能會被撤換的消息建正老師怎麼看這個是先放個消息還是說就是找一個戰犯？我覺得當然關稅
在美國來講，因為最高法院判決看起來就是處理有問題，有問題的話，不是總統自己出來扛，就要找人來借人頭一用。當然不會是川普扛。對，那這是一種可能。另外，大家如果還有回憶的話，前一陣子這個 Lutnick 就是因為這個愛普斯坦issue 有沒有帶他家人啊去旅遊啊，這些都是負面的。另外一方面，政治上面啊，這個孤鳥比較容易被大家當作箭靶子吧。如果在政壇裡面這個兄弟哥們比較多的話，那很可能會不一樣。這個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就是這個年底選舉，如果他是 liability， 如果會給川普負面的話，他的風險就比較高了。他現在是川普選情的負債，會掉票，會負債，那他就。